大家晚上好，這個視頻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設計的一台功放，一台便携式短波功放。在開始之前，我想先感謝一下所有關注這個功放的愛好者，好多個愛好者與我溝通，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這促使我經過9次的硬件修改，最終完成了這個功放。現在我們正式開始介紹這一台呢，就是我最近設計的這一個功放，一個定位為100元級別便携式短波功放，輸出功率呢是40到50瓦，支持80米到10米波段，標準的供豆電壓是13.8伏，當然你在戶外也可以使用这個3串的12.6伏的锂電池供電。既然是便携式功放，那首先就要說一下它的这個外形尺寸。整機尺寸在不包含突出物，像天線接口啊、按键啊这些突出物的情況下，它的尺寸是88乘以38，然後長度是143，包含这個接口和按鍵這些突出物的尺寸呢是88乘以38乘以160，體積還是很小巧的。重量呢，因為這個內部使用了一個高度是18毫米，然後底厚是5毫米，這個為了更好的散熱嘛。尺寸是60乘以100的密匙散熱器，所以整機的重量稍微有一點重。大約是615克，拿在手上的話，還是有一些分量的。我們先從外觀簡單的介紹吧。先看這個前面板。前面板這是一塊0.96寸的128乘以64的 OLED 屏。發射的指示燈，然後多功能按鍵，然後兩排這個散熱的進氣口，這邊這個兼顧主板的上側元件和散熱器的進氣，這一個主要就是散熱器的進氣口。後面這裡是3×3的散熱風扇。然後轉速是11000轉，噪音呢，個人感覺還行。當然，如果你對這個噪音比較敏感，可以自己換成8000轉的。8000轉經過測試也是完全可以的，就是對散熱能力來說也是完全夠的。然後電台的接口，天線的接口，這個沒什麼好說的，就標準的 M 座。然後 ACC 接口，ACC 接口呢是一個3.5三芯的插頭，分別是對應的這三個接線點呢，分別是 PTT 波段控制，還有這個接地就 GND。然後 PTT 控制電平為標準的低電平，也就是低電平觸發發射，然後波段切換是支持 ICOM 的波段切換協議，國內的這個斜谷品牌的電台好像也是這種相同的協議，所以應該也是支持的，但是我沒有測試。然後這裡是電源接口，就是 XT60 的這種接口。我們通個電，看一下顯示屏顯示的內容吧。通電以後呢，首先顯示的是這個名稱，然後頻率支持範圍、功率，還有一個軟件的版本信息。目前這個軟件版本是 1.2 版本，已經完成了所有的這個設計功能。啟動以後呢，進入的這個界面就比較簡潔，然後也比較直觀。功率指示，然後駐波指示，下面這一個是頻率指示。
電壓指示，然後溫度指示。這個是半插入模式的這個延時數據，然後這個是波段，這個就是一個當前運行的模式，是一種自動模式。如果說你连接了这个 ICOM 的这个控制线，使用 ICOM 的这个波段切换协议的话，这里會顯示 ICOM。功率下面有這個動態顯示條，然後駐波也有，因為在那個單邊帶模式的話，數字顯示的這種功率啊，它就不是很直觀，所以給它加了一個動態條，這樣在這個單邊帶模式就比較直觀。最右上角這裡是一個狀態指示，發射的時候這裡顯示 TX， 然後關閉的時候這裡顯示 OFF。功放支持關閉，我們長按的話就可以關閉功放，這裡就會顯示 OFF， 然後再長按可以打開。就是平常我們可以不用的時候也不必關閉電源，可以關閉這個功放功能。同時呢，我們這個功率駐波表這裡啊，支持一個作為單獨的功率駐波表使用。你關閉這個功放以後，它也可以作為這個功率駐波表使用。簡單介紹完畢以後，我們再具體說一下它的這個功率和頻段支持。當供電電壓是13.8伏的時候，輸入功率為2到5瓦，它的輸出功率呢是40到50瓦。在低於20米波段的時候，建議將這個輸入功率設置在2到3瓦。此時這個輸出功率的話，大約就在50瓦左右。高於20米波段，建議將這個輸入功率設置在4到5瓦，此時輸出功率在40到50瓦。當然，輸入功率越大，你輸出功率也就越大。建議呢是不要將這個輸入功率超過5瓦。當輸入功率過高，使得這個輸出功率超過55瓦的時候，將觸發這個功率保護，以防止呢損壞這個功放。在這裡溫情提醒，片尾呢有彩蛋，如果你想體驗一下極限輸出功率，那麼片尾彩蛋將為你奉上作死模式。開啟作死模式以後，你就可以盡情的體驗它的最大輸出功率。當然，如果說你把功放管燒了，那就不要怪我。頻率範圍呢是目前支持的是 3.5 兆赫茲到 28.5 兆赫茲，也就是覆蓋了80米到10米波段。目前是不支持160米和6米波段。60米波段呢是使用的40米波段的 LPF， 所以你會發現當切換到60米波段的時候，顯示屏顯示的波段數據是40米，這個請不要奇怪。接下來我們重點介紹一下這個功放的5個核心功能設計。剛才我們看顯示屏的時候也大概介紹了一下，這裡就更詳細的說一下。第一個功能呢叫高速檢測方式的射頻觸發切換。這個高速檢測方式的射頻觸發是使用的中斷方式實現的，所以它的這個響應速度是十分迅速的。根據我的測試呢，它響應時間是小於2毫秒。有了這個自動觸發，你就不需要再連接這個外部的 PTT 控制線，通過你輸入的這個信號，就能自動的切換這個功放的發射狀態。第二個功能是自動切換 LPF 濾波器的這個功能。實現這個功能的方式呢也並不複雜，但是也不是很簡單。在電路上呢設計了一個頻率檢測模塊，這樣就可以根據你電台輸入到功放的這個射頻信號的頻率，自動切換到對應的 LPF 濾波器。也就是說，你不需要這個 ICOM 的波段切換協議，也可以完成自動的 LPF 濾波器切換。整個呢切換速度呢是低於100毫秒的，
啊。当然這裡說100毫秒其實是一個比較保守的數據，實際大概在60毫秒以內吧。隨着以後的軟件功能增加，可能这个数据会有稍微的变化。既然都自动了，那麼有人可能要問了，為什麼還用這個 ACC 接口呢？是吧？既然都自動了，我們還搞個 ACC 接口幹什麼？其實這個 ACC 呢，主要是留給追求更高的愛好者。畢竟切換 LPF 它需要100毫秒嘛。如果說你學的它比較慢，那你就用這個外部的控制。畢竟這個 ICOM 的這個波段切換協議是你切換到不同的波段後，它立即就能讓功放對應的切換，不需要再按一次發射鍵去觸發它，對吧？第3個功能是 CW 半插入模式的功能。對，沒錯，我們把這個電台的 CW 半插入模式帶到了這個功放上面，因為有很多電台它並沒有這個 CW 半插入模式，比如這2年比較火的這個 USDX， 那麼電台不支持，我們就讓功放去支持吧。我們可以通過這個雙擊多功能鍵來切換這個半插入模式的延時數據，雙擊切換。對，我們支持的是100毫秒到3秒。這裡需要說一下，由於這個程序運行速度的影響，它這個誤差會大概有20毫秒的誤差。當然，這個20毫秒是本來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我也可以說不提它也沒有問題，但是這裡還是要提一下，畢竟有很多極致追求的愛好者。第4個功能叫實時顯示功率計駐波。對，功率駐波。當駐波超過 2.0 或者功率超過55瓦的時候，將關閉這個功放，防止損壞功放。顯示屏呢，對應的會顯示這個它保護的數據，蜂鳴器也會對應的報警提醒。當觸發保護以後，我們可以通過短按一次這個多功能鍵來解除這一次的保護。當然下一次保護以後，也可以這樣繼續的解除它，對吧？這個功率顯示呢，和駐波顯示呢，可以在功放關閉的情況下，作為一個單獨的這個功率駐波表使用。剛才也說過了，長按這個多功能鍵就可以切換這個功放的開關，是吧？由於這個數字方式的功率顯示和這個駐波顯示啊，在單邊帶模式下可能不是那麼的直觀，所以加了這個動態調。功率這個動態調最大值是55瓦，駐波這個動態調最大值是 9.99。第5個功能，溫度檢測及溫度保護。想讓這個功放更可靠的工作，對這個功放管的溫度進行檢測是必不可少的一個設計。硬件上是使用了這個 DS18B20 完成這個溫度檢測。當溫度高於35度，將開啟這個風扇；低於33度，會關閉風扇。然後溫度高於55度的時候，會關閉這個功放，並且呢有閃動的提醒，蜂鳴器報警。當溫度低於55度的時候，會再次自動打開這個功放。同時呢，如果功放處於一個發射狀態，風扇會立即啟動，停止發射，並且這個溫度低於33度的時候，會延遲這個10秒關閉風扇。如果風扇高於33度，那風扇是會持續工作的，直到這個滿足溫度低於33度，並且不在發射狀態這2個條件，才會關閉風扇。另外還有2個小功能，就是電壓實時顯示及這個電壓保護。當電壓低於這個 8.5 伏，然後或者高於 14.5 伏的時候，將關閉功放。硬件上呢也設計了這個順態抑制二極管，
用於當電壓高於15.8伏或者这个電源正負极你接反了以後進行這個功放的保護，防止功放損壞。當然，這個保護呢是有一個前提的，就是你的電源線上面要有一個保險絲。電壓低於8.5伏關閉功放這個功能，在你去戶外使用，然後鋰電池供電的時候就會非常友好，不會讓你的這個鋰電池過放電導致電池損壞。然後這個頻率顯示就是雖然它精度不是很高啊，精確到100千赫茲，但是至少它是有的，對吧？後期的話，經過這個軟件的優化，可以讓它顯示的更精確一點，但是我覺得也沒太大的必要，畢竟不是一個頻率計嘛。說完這些功能以後呢，這裡我想說一個就是外置功放不容忽視的問題，那就是這個輸入駐波。我們知道呢，這個電台的輸出設計阻抗一般是50歐姆。但外置功放的輸入阻抗並不是良好的50歐姆，這就導致一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你輸入駐波過大。根據我對這個市面上大部分外置功放的了解，大部分的這個外置功放的輸入駐波都比較大，很多都超過了2.0，甚至達到了這個3.5。有很多愛好者擔心，由於輸入駐波過大，會給電台帶來損害。實際確實，當這個駐波高於2.0的時候，會給你的電台帶來不可逆轉的這個損害。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呢，在設計這台功放的時候，我做了很多的努力，將輸入阻抗嚴格匹配，使這個輸入駐波控制在2.0以內，然後大部分波段呢，這個輸入駐波是在1.8以內的。等一下我們進行這個測試的時候，會演示給大家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設計。介紹完以後，我們就進入這個測試環節。我將使用2台自制的這個電台，一台是這2年比較火的 USDX， 然後一台這個狼的青春版。對，哎呀，這個稍微有一點大，拍的不會太好。狼的青春版，一台這個功率駐波表，用於這個監視輸入駐波，同時我們觀察一下這個輸入功率和輸出功率的對應關係。我們還有一個200瓦的假負載。為了盡快完成這個視頻啊，整個測試環節就只測試功率，不測試這個諧波和其他的一些數據了。因為諧波數據啊都是完全合格的。如果有人想看，回頭有時間我再單獨錄一個視頻。好了，讓我稍微準備一下，我們接下來開始測試。OK， 擺弄了半天啊，因為這個用的這個虧線太粗了，比較硬。我們先從這個80米波段開始測。輸入功率2瓦的時候，我們有一個52瓦，對，52瓦輸出功率。我們切換到這個60米波段。對，我們這裡可以看到這個60米波段呢，我聚一下焦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60米波段呢，這裡使用的是40米波段的這個 LPF， 它會對應的切換到40米的這個 LPF。輸出功率也是52瓦，輸入功率是2.2、2.3的样子。如果这个功率值呢超過了56瓦，就是會出現這個報警，然後閃動顯示你的輸出超過的功率，按動一次就可以關閉這一次報警。因為這個 USDX 呢，它這個輸出功率，如果你調的比較小的話，它是慢慢的會增加的，所以說你會看到這個輸出功率它也是在慢慢的往上加。使用這個狼的青春版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好，我們到40米波段 7.050。輸入功率呢是2.9瓦，然後輸出功率就是53瓦、54瓦的樣子。我們來到這個10兆赫茲，波段會自動的切換到30米對應波段，這個 LPF。輸入功率呢是3.4瓦，輸出功率是41瓦，我們可以稍微給它大一點輸入功率。一直在說輸入功率，忘記介紹這個輸入駐波。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輸入駐波是 1.3， 對，這是一個很關鍵的數據。我們把這個輸入功率稍微調大一點點。當我們給到4.8瓦的輸入功率的時候，輸出功率有52瓦。好，我們切到20米波段，對應的 LPF 會切換到20米。大家可以聽到它內部的這個繼電機切換速度是非常迅速的。然後輸入駐波1.55，輸入功率3.6、3.7，然後輸出功率47瓦。當然，我們還可以給它稍微高一點嘛，就是最大你不要超過這個5瓦的功率就行。我們稍微給高一點，看一下。4.2瓦的時候，輸出功率已經來到了50瓦。輸入駐波是 1.58， 就大概 1.6 吧。稍等啊，我把這個測音稍微調小一點，測音太大的話可能會聽不清我說的話。OK， 我們來到這個18兆赫茲，對應的波段會切換到17米波段。輸入功率稍微有一點大了啊，輸入功率現在是 5.3 瓦，我們降一下，因為這個 USDX 它這個功率每一個波段都是不太均衡的，所以說可能需要調節一下，使用起來就稍微有一點點麻煩。我們稍微降一點。輸入功率 4.9 瓦，輸出功率是 45.6、45瓦，就大概是45瓦。輸入駐波呢是 1.5。我們來到這個 21.475， 21兆赫茲，就是15米波段。我們由於這個輸入功率過大，讓這個輸出保護了，我們再把功率稍微降一點。
OK， 我們在輸入 4.2 瓦的時候，輸出功率是52瓦。在這個15米波段的輸入駐波稍微有一點大，是 1.87的駐波。24兆因為這個 USDX 不支持，我們就不測了，我們直接測28兆。現在是 28.6，28.6，我們看一下這個輸出功率有多少。對應的波段是切換到了10米波段，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頻率顯示 28.6 兆赫茲。輸入功率呢是3瓦，輸入驻波 1.8， 我們把這個輸入功率稍微調大一點。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輸出功率能達到多少。OK， 當我們輸入功率是 4.7 瓦，USDX 已经盡力了，因為這台機器在這個28兆輸出功率不是很大，只有這個 4.8 瓦的左右，4.7 瓦，然後輸出功率是 47.2， 輸入駐波呢是 1.8。我們回到這個常用的7兆赫茲 7.050， 我们看一下这个，不好意思，電源保護了，我把電源的這個 OCP 稍微調大一點。我們把這個輸入功率降到2瓦左右。我們來看一下這個7兆的輸入駐波是 1.32， 輸出功率我們現在有54瓦，輸出功率在 2.8 瓦左右，輸出功率是54瓦，3瓦輸入功率是3瓦，輸出功率是54瓦這個樣子。所有的這個20米以下的這個波段呢，我們建議的是輸入功率控制在2瓦到3瓦，它就能輸出這個50瓦的功率。原本設計的時候，我是將這個輸入功率，就是所有的頻段的輸入功率都設置在了這個5瓦。但是之前呢，有一個這個愛好者，他聯繫我說他的機器輸出不了5瓦。最高也就輸出3瓦，所以又重新調整了一下這個輸入這個增益，將這個20米以下的波段輸出這個功率稍微增大了一點。好，測完了以後呢，我們就進入非常關鍵的一個環節，把它給拆開。讓我先把這些連接線都取下來，然後我們把它給拆開看一下。OK， 我們現在把它給打開了。我們一點點看吧。首先找一支筆啊，方便給大家介紹。讓我稍微聚焦一下。OK， 我們先從這個右下角這裡開始看。這個呢是一個 AVR 系列的單片機，328P QFN 封裝的。目前讓它工作在主頻16兆赫茲。這裡呢是頻率檢測的模塊。頻率檢測用於這個完成 LPF 的自動切換。
這裡呢是這個射頻信號的檢測。哦，能看清吗？应该是可以啊。下部分呢，这里是電源部分。電源部分對，採用這個2級的線性穩壓方式，先通過這個7809將13.8伏電壓穩壓到9伏，然後再通過7805將這個9伏電壓穩壓到5伏。給所有的這個核心部分供電。2級這個線性穩壓當然好處是很多的，是吧？比如可以顯著的減少這個射頻干擾給 MCU 帶來的一些不良情況，然後減少發熱啊等等。這裡是這個散熱風扇的連接口，然後這裡是穿行口。穿行口呢，主要是用於後期的這個固件升級。這裡是用於預先燒錄固件的 ISP 扣。這一部分呢是輸入衰減器和這個切換控制，然後這裡是這個收發切換的控制。收发切換控制，我稍微放低一點，然後去教一下，可能看得清楚一點，因為這個燈光造成這個線路板有一點反光。這個輸入衰減呢，輸入衰減剛才說了，在最後一次這個確定方案之前呢，又進行了一次修改，使這個20米以下的波段呢，可以使用2瓦左右的功率就能輸出50瓦。這一塊是功放部分，可能大家看出來了啊，這個功放的結構很像這個小蛋塔功放，沒錯，我在這個設計的時候呢，借鑑了這個小蛋塔的一些比較好的設計，比如它這個變壓器的支架呀，是吧？然後同時支持這個220封裝和這個 MRF186那一種雙 MOS 管的射頻管封装，我覺得這些設計呢都很不錯，當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例如我們有精確調整發射管偏執電流的獨立調節，用於提高穩定性和減小諧波的這個熱失控管理和輸入緩衝。輸入變壓器和這個輸出變壓器呢，都是採用的1:9的阻抗比，採用的這個磁環呢，都是海外代購回來的這個原裝43材質的磁環，不是國產的那種雞毛片的磁環。線呢就使用的是鐵氟龍的鍍雙银的耐高溫線，在這個電源線這裡還藏了一顆那個前面提到的順泰一致耳機管。上部分這裡呢就是4個 LPF 5節的 LPF 濾波器電路。磁環呢使用的是 T50-2、T50-6 和高波段就是使用的是空心電感。電容使用的全部是耐壓1000伏的 NP0 或者 C0G 材質的電容。继電器呢使用的是惠港的继電器。這樣反光稍微好一點。4個這個 LPF 濾波器啊，從左到右依次分別支持的是80米波段，然後40米波段，30米到17米波段，然後15米到10米波段。這裡是這個輸出功率和驻波檢測的組件。
這裡需要說一下，因為这个硬件上沒辦法設計雙基準，所以這個功率檢測的精度會稍微不如我那兩款專門的功率柱表。主要是低於10瓦的功率檢測，目前大概的這個精度是優於正負8%，高於10瓦的這個功率檢測呢就非常準確了，它是優於正負5%的。當然這些這個數據啊都是經過測試得到的，不是說隨便拿個這個數值就作為參數。駐波檢測呢就不用擔心這個精度了，是吧？然後我們有這個我這個功放現在使用的是14AWG 的軟硅膠電源線，也就是這個2.07平方，我覺得有點太粗了。後面的話我覺得可以換成這個1.5平方的就足夠用了，因為畢竟電流不是很大，它最大的電流也就是10安左右。大概介紹完這個電路以後，我們再回到這個功放部分。先說為什麼這個使用這個 IRF530。當這個我最終就是花了很長時間去弄這個 IRF530，而不去使用那個 MRF186的原因呢，是完全因為一個愛好者的一句話。他原話是這麼說的啊，一位漢姆老師做了短波機，他測試過530，功率超過20瓦指標就很難達到，指 SSB 就是單邊帶。CW 的話用40瓦沒問題，然後主要看 SSB，20兆以下還可以。530火腿圈有很多人都玩過，有的還是這個專業人士。這一下就激起了我的這個迎難而上的這個脾氣了。既然專業人士測試了說這個 IRF530它不太行，那我就想去測一下，就是它到底是怎麼不行。反正這個電路也是設計支持 MRF186，和這個220封裝的其他的管子，是吧？所以沒有後顧之憂。於是呢，經過對這個電路的研究發現，大家遇到的問題呢，其實是出在這個靜態偏執電流這個問題上。之前呢說法是就是只看這個偏執電壓，不用去管這個偏執電流。我發現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錯誤啊。因為不同的這個廠家生產的 IRF530的開啟電壓是不同的。我目前使用的是英飛凌的這個原裝英飛凌的 IRF530，開啟電壓大概是在3.5伏左右啊。如果說按照之前的說法，將這個偏執電壓設置在2.7伏到3.1伏這左右，我通過示波器觀察，它工作在一個非常奇怪的狀態，所以正確的這個方法呢，應該是設置偏執電流，而不是偏執電壓。最終呢，經過這個大量的測試發現，當然這個期間也炸了，有7、8支管子，我得到了一個比較準確的這個數值，單支管子靜態電流是最好是就是不要低於20毫安。如果你低於20毫安的話，就會使這 IMD3 和 IMD5 然後嚴重的劣化。而在這個靜態電流高於70毫安的時候啊，隨着這個管子的溫度升高，它會使這個管子的開啟電壓迅速的降低。也就是靜態電流會迅速的上升，極易出現這個持續導通的情況，使這個管子呢瞬間擊穿。根據這些測試結果，我將這個靜態電流設置在20毫安，
並為這個電路設計了這個熱失控，以提高这个電路的穩定性。最終的測試結果呢，也在這裡說一下。之前也在群裡說過啊，也都發過測試圖。在這個7兆赫茲呢 ，EDB 的壓縮點是在48.2 dBm， 也就是66瓦。28.5兆赫茲的 EDB 壓縮點是在46.5 dBm， 也就是44瓦。也就是說，在7兆赫茲，你可以在66瓦以內獲得優秀的線性放大能力；在28兆赫茲，你仍然可以44瓦以內獲得非常好的這個線性放大能力。這就打破了上面那位愛好者說的這個 SSB 性能不太行這個說法。至於 IMD3 和 IMD5 呢，由於這個偏執電流給的太小啊，測試結果比專業的射頻管還是有不小的差異。但當我將這個靜態電流提高到100毫安，這個 IMD3 和 IMD5 的性能就會大幅的提升。不過這是一個比較尷尬的測試吧，因為上面也說了，靜態電流你超過70毫安的時候，這個管子就非常容易擊穿。順便說一句啊，就算是專業的射頻管子，你偏執電流給了20毫安，IMD3 和 IMD5 這個性能也是很差的。好了，大概就是這樣吧。這台最近設計的功放，簡單的和大家做一些介紹，然後也簡單的做一些測試。通過這個視頻呢，我相信大家已經足夠了解了這台使用這個 IF530設計的短波功放。相比於這個200-300塊錢的這個單純的功放板和那個2-3千的準專業的功放，這台這個幾百元的功放，我覺得它還是有很獨特的這個優勢的。還有這個完善的軟件功能和各種保護，加上這個我算是很用心的設計的和優化的這個硬件電路吧。我希望它能為這個便攜式短波功放市場添加一位這個強有力的競爭者。好，謝謝大家的觀看。再見。OK， 進入片尾彩蛋環節。在這個彩蛋裡，我將為你演示怎麼進入作死模式。進入作死模式將非常容易損壞這個發射管，你給它一個很大的功率。然後它輸出一個比較大的功率，所以說就會比較容易損壞這個發射管。一旦打開作死模式的話，將會失去保修，這個特別提醒。打開這個作死模式也非常簡單，我們通過快速按動這個多功能鍵5次。屏幕將顯示提示信息和倒計時。我們可以通過在倒計時結束前，我們可以通過再次按動5次多功能鍵退出這個模式。一旦打開這個模式以後，就需要重新通電才能退出這個模式。提示內容大概就是你將進入一個無限制模式，在此模式下呢，你將失去保修，可以在這個倒計時結束前退出這個模式。一旦倒計時結束，屏幕會提示你進入一個無限制模式，同時呢，在這個顯示屏左側這裡會顯示一個 NL， 代表呢無限制模式。
在这個模式下，你可以輸入比較大的功率，當然我還是建議你不要超過5瓦。然後輸出功率的話就不再進行保護了，比如你可以將這個推到66瓦一個線性區，或者你推到70瓦一個超過線性區，都是允許的。很大的功率的話，剛才也說了，會比較容易損壞這個發射管，所以說一般的愛好者建議是不要進入這個模式。當然你有非常好的這個動手能力，也不擔心損壞這個 IF530，畢竟它很便宜嘛。那你可以嘗試一下進入這個無限制模式，就是我剛才說的作死模式。好了，大概就是這樣，拜拜。